you make up yourself like a Barbie doll every day? What she just said?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很懵。然后第3次的时候，他还这样做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生气了。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会以杨幂的仿妆为主题，进行2边的科学实验，看一下哪一种遮黑眼圈的办法更适合镜头前的你。马上进入杨幂专场吧。先上我们的擦在眼睛下面。眼部的精华一定要擦，我以前超懒都不愿意擦。Go to the Face Hero。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教大家怎么去遮盖无敌黑眼圈。大家可以看我的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非常重。现在我先把粉底液先上去，先让肤色均匀一下。我用的是 DW 的粉底液，脖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只要找一个白一点的防晒霜涂一下就好了。涂防晒呢，一个可以均衡肤色，然后另一个呢又可以很好的美白。好了，然后我们先涂这个，把我们眼睛最深的这个地方涂起来。就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左边的话，我们就用我的万能遮瑕盘，哒啦，然后用跟我肤色比较接近的颜色去画，画在最深的颜色最深这个地方，然后涂上去，这种海绵蛋，然后把它边缘晕开来，跟旁边的肤色融合起来。看一下这边好像还有一点点，我们再把它擦上去一点。然后稍微均匀一下。哦，现在感觉真的遮瑕效果好好哦，就整个都有遮没有掉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是欧式的，我用这个黑眼圈的 concealer， 用笔杆把它晕开来。把它的橘色跟我们的黑眼圈一起融合一下，然后用这个再把它压平。在澳洲买的 Makeup 这个隐形的一个定妆粉，它没有颜色。哑光感上去之后是要好一点。这边的遮瑕要更好一点，然后呢，这边的话更轻薄透气一点。个人的感觉的话呢，会有一点点干，但是遮瑕力真的很好哎，因为我觉得橘色的话好像很好的中和了黑眼圈的紫色。我再把脸部的其他地方的一个修容做一下。今天我们要画的是杨幂仿妆，她的额头非常的饱满，所以这边我们也做一下鼻梁，这里加高一下。好，现在我们开始画杨幂的眉毛，因为她的眉毛的话呢非常的平，我的眉毛呢我尽量让它往上走一点，然后达到那种平的感觉。再用这种细细的眉笔把眉溜感画出来。就眉头这个地方，最浅的一个颜色。一般我画的话，我会先从眉头这边下面开始，这边先画一个小小的角，对，往里面打一个 C。因为杨幂的鼻子非常高，我的山根呢又不高，在山根这块地方，我的颜色呢会下得重一点。从这边打鼻音的时候呢，这边下来就直接往眉毛里面扫，眉头里面扫。我感觉这样会更加的自然一点点，这样就会可以让整个眼睛看起来更立体、更深邃。这边往里面收。
往下面画一个 V， 扫一下大地色，就铺在眼盖上。用这种比较扁的这种头。先用双眼皮贴把我的眼型先贴出来。就是有一个女生，大概40多岁吧，40多岁50岁不到吧。她平时呢就是一个顶着大黑眼圈和眼袋，那个女生就给我感觉很不好惹。直到有一天她跟我讲 ，Why you make up yourself like a Barbie doll every day? And I was what? What she just said? 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很懵，过了2秒钟，我才反应过来，他刚才在说什么？其实他这样的话是非常冒犯的，就是在职场中的话，这样的话已经有点 cross line 了。后来在当晚在 serve 的时候，从后面从前面撞了我3次。第一次的时候我说 I'm so sorry， 因为当下反应嘛。第2次的时候他又撞我，我说 excuse me。然后第3次的时候他还这样做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生气了。我在想他已经在挑衅我了，然后我就去告诉我的小经理，我是一个非常爱打小报告的人。我小经理 Vivi， 然后他跟我确认情况的时候，如果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去给警告对方。杨幂的眼线我觉得他画的也非常简单，他没有往外飞，就直接画到眼尾就差不多了。他有那种圆圆的小鹿眼，然后看起来更减龄一些。眼线笔呢，沿着眼睛这边先画一个大致，然后后面我们边画边看哪些地方要修改。因为杨幂她的眼角会比较宽，所以我画一点点眼角出来。然后这边是，然后我们把这里再卧蚕给它提亮一下。卧蚕我建议用亮色的遮瑕膏去，不用担心它等一下会吸收进去的。扫上去。有点像吗？用我们这个色盘里面的这个颜色涂的话会比较接近一下。3C1的这一款基本的大地色的眼影是我最早的时候买来的。我发现平平的，然后淡淡的一个横的眉毛，整体的话看起来会更加幼态一点。你看我画的这个假的那个双眼皮的眼线，这样子的话整个眼睛看起来会更圆更无辜一点。假睫毛。但是呢，画杨幂的眼妆的时候呢，从瞳孔这里往后贴。当时晚上我躺床上，真的是属于那种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在网上去搜，在澳洲遭遇了职场霸凌该怎么办？在澳洲的职场中，如果你遭遇类似的一些霸凌，已经到了语言攻击，甚至是肢体攻击的时候呢，那就已经不是小事情了。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在你工作的地方，你首先要向你的经理或者老板去反映相应的情况。如果这事情已经对你的 mental health 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你可以进入第2步，就去公平工作委员会，它的英文名叫 Fair Work Commission， 到这样的一个单位去呢，去投诉它，到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些免费的律师过来帮助你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霸凌事件。在澳洲的话，你一定要拥有的一点就是法律保护意识。哒哒，这些都是我在职场中学到的。那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了。第2天我要过去要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来了，他辞职了。他这样做是不是让我能够记住他？我用这2个颜色去扫，就会比较出来。这边从颧骨往后往前扫，就少量多次，然后到眼睛下面这边就不要往前扫了，大概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像鬓角有一点点害羞的那种微红的感觉。然后额头扫一点点，鼻头、下巴。随着年龄增长的话，这一块地方会凹陷下去，那么这一块会凸出来。阴影的重点呢，就是让这边进去一点，然后这边也进去一点，然后让我们整体脸看起来更小，然后更紧致一些。阴影的话，我用这个最淡的颜色，从颧骨这边后面开始往前，颧骨的后面往前扫。让颧骨看起来更小一点，尽量往上面打。本来我们的阴影在这里，那我们就往上面打一点，让它阴影往上走。然后打这个的时候不要超过眼尾，不然的话脸就快这样就很丑。然后呢，这边下面的话，我建议是从这里。走完这里跟这里开始往上面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呢，下颚线会变得非常模糊，就看起来更老态一点。这样子把下颚线画得清晰的话呢，能让你看起来更年轻态一点。然后视觉上呢，可以让你的脸部看起来往上提拉，更紧致。这边是已经画好阴影的。然后就感觉这一边的脸整个都往上提了，然后更进去了一些。这边的脸就感觉是整个掉下来，然后很辣、很塌的那一种，很下垂。那接下去我们把这边的脸就把它画进去。大家看到现在左右脸相对来说呢，看起来就比较协调一些了，而且整体的面部都往上提了一些。其实我发现，除了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下颚线会不明显，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真的会发腮，这块地方哦，真的会变得更宽一点。然后我觉得画了阴影之后呢，可以让你的整个脸会看起来更 V 一点，更小一点点这样子。这样可以让嘴唇视觉上更翘一点。然后下面这里高光粉，我们把额头，因为杨幂的额头非常饱满嘛，所以我们把额头画一下，然后山根、鼻头、嘴唇，这个凹陷的这个三角区，让它的苹果肌更凸出来一点。这里美宝莲的555，上个基础的颜色，打个底。再用亮色的再给它提亮一下。我先去弄一下头发，换一下衣服，我们一会儿见。现在已经是澳洲大概晚上几点钟？晚上11点半。然后这个黑眼圈画了之后呢，我现在使用的是苹果原相机，然后它下面都没有什么脱妆，然后它整个遮瑕力都还蛮好的。很喜欢这个妆哦。今天的美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一期视频中，你学到了什么有用的美妆技巧了吗？遮黑眼圈的办法你觉得有效吗？今天的杨幂仿妆，你给它几分呢？这些问题通通在留言区告诉我吧。那么我们在下一期视频再见，祝大家好运，比心！在澳洲参
餐厅里面工作久了之后，我们经常会说，那你现在点的差不多了吗？他们就说，还有个什么？我说 yep， 然后他们说 yep， 我会说 yep， 他们几个人会说 yep， 都好，听的速度快了就会讲 yep， 你想象一看下整个餐厅，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